天天吃水泡黑木耳，你以为你在清血管，在补胶原蛋白？少蠢了，你根本只是在吃一盆没营养的死水，顺便把高达50%以上的铁质和多糖体直接冲进下水道里去了。哈罗你妈，帮帮忙！我在诊间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只要遇到那些想要控制三高、想要预防心血管疾病、想要补血的患者，我问他们平常都怎么养生，10个里面有9个会沾沾自喜地跟我说，我最聪明了，我买了一大包黑木耳，每天早上就拿一点点去泡水。有的人甚至还会加点红枣，加点冰糖，觉得这样最天然，最没有负担。每次听到这边，我真的在心里翻白眼，翻到脑子后面。你以为你吃进去的是血管清道夫，其实你只是在做无用功。你大费周章去嚼那些又软又滑的胶质纤维，结果最关键、最能帮你身体清除血栓、补充铁质、增强免疫力的那些多糖体和矿物质，早就全部溶解在那泡了3小时的清水里面了。然后你还要倒掉，这到底是在养生还是在慢性自杀？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撕开这个健康骗局。同样是一包你在全联或者传统市场买回来的便宜黑木耳，你泡的方法不一样，它保留在耳朵里的活性多糖和铁质吸收率可以差到天差地别。甚至有最新的农学研究发现，只要你用对方法，黑木耳里面的总多糖含量可以瞬间暴增3.8倍。3.8倍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吃1朵等于别人傻傻吃4朵。那么重点来了，黑木耳到底要怎么泡，怎么煮才最能保留营养？今天不藏私，直接用最严谨的医学研究和食品科学证据把最强吃法摊开来给你看。如果你也常常在吃黑木耳，或者你家里的爸爸妈妈天天都在吃黑木耳来补血，这支影片你一定要认真看到最后，而且麻烦现在就动动手指，转发到你们家的家族群组，不要让你最爱的家人继续用错误的方法糟蹋这么好的食材了。在讲怎么泡怎么煮之前，我们先来聊聊黑木耳这个东西。在台湾，黑木耳真的可以算是平民食材的国王， CP 值简直高到破表。以前在老一代人的时代，黑木耳是用来当牲畜的饲料补充剂的，根本没人要吃。但是现在它摇身一变，成了养生界最夯的超级食物。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展开来真的会吓死人。它有超高含量的多糖体、铁质、钙质、维生素 D、胶原蛋白，含有强大的多酚类抗氧化物。医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黑木耳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脂，预防血栓形成，改善贫血，强化免疫系统，甚至它还具有非常强悍的抗病毒潜力。但是这么完美的食材，最大的硬伤就在于我们一般人最常用的处理方式。大家都知道台湾人最常怎么处理黑木耳，不外乎就是2种。第一种叫冷水泡，也就是直接丢进矿泉水或冷开水里面泡。第二种就是用热水快速泡再炒。为了找出哪一种方法最能保留营养，台湾之前有一项非常有趣的食品科学研究，专门针对30位健康的成年人进行了测试。研究人员就是用台湾人最常用的这2种处理法来做精密的对比。我们先来看看这2种做法的具体细节，你听听看是不是就是你平常在家里的做法。第一种是冷水泡法，研究里是这样操作的。拿15公克的干黑木耳，直接丢进1000毫升的冷水里面，常温放置12到24小时，然后捞起来，用手指轻轻揉搓一下，把泥沙冲掉。为了调味，加上一点点白醋和食盐。相信我，95%在家里自己养生的家庭主妇或者是有心脏病风险的中年人，在家里都是这样吃的。他们觉得这样最方便，最不破坏营养。第二种是热水快速泡法。在装有800毫升热水的容器里面倒入沸水，水温保持在60到70度，然后把黑木耳丢下去，浸泡大概3到5分钟。接着把黑木耳捞出来，用冷水冲洗干净，然后放进热油锅里面，大火快速翻炒，时间一样控制在2到3分钟左右。在快要起锅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盐和酱油，炒出来香的不行，也是一般小吃摊和快炒店最标准的做法。那么重点来了，冷水泡跟热水泡再炒，到底哪一个比较健康？我知道很多人直觉一定会选冷水泡，对不对？因为用冷水不会破坏营养，高温容易让维生素流失，但是研究报告的结果绝对会彻底颠覆你的三观。我们先来看多糖体的流失率。
研究发现，经过12小时冷水泡之后，黑木耳里面的多糖体流失率竟然高达 33%， 也就是说，有将近1/3的免疫多糖和胶质成分直接跑到水里去了。而热水泡再炒的方式呢，它的多糖体流失率只有 8%。这还不是最惊人的，最关键的数据在于铁质吸收率跟生物利用度。黑木耳经过热水泡炒之后，铁质的身体吸收率是 42%， 在血红蛋白合成中的参与度是 65%， 而冷水泡的黑木耳吸收率只有 28%， 生物利用度更是惨不忍睹，只有 22%。 简单一句话总结这个研究，热炒黑木耳不管是多糖体的保留率，还是人体对铁质的吸收率，都完胜冷水泡黑木耳。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嘴巴合不拢了？心想，这怎么可能？用热水和油反而比冷水泡还要健康？其实道理很简单。首先，黑木耳里面的很多重要营养素，像是铁质、钙质，这些都是矿物质。矿物质需要特定的酸碱环境和温度才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冷水泡虽然温度低，但是长时间浸泡反而会让这些矿物质大量溶解进水里。再来，黑木耳里的多糖体是一类很容易溶于水的物质。你用冷水去泡黑木耳12个小时，这些多糖就像是找到了新家一样，高兴的全部溶解到水里。然后呢，你把水倒掉，你以为你吃到了多糖没有？你只是吃到了没有营养的胶质纤维，最精华的免疫活性成分早就被你倒进水槽去喂蟑螂了。而热炒的时候，因为油脂和高温会在黑木耳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锁住水分，也锁住了这些水溶性的营养素，不让它们流失。所以不要再对高温和油脂有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症了。适度的好品质油脂，反而是帮你把食物营养价值发挥到100%的催化剂。不过讲到这里，有些非常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可能又要纠结了。可是热炒的虽然营养好，但是热量就是高啊。我就是想要减肥，我就是不想吃那么多油，难道我只能在营养和热量之间2选1吗？先别急，我们台湾的食品科学家非常聪明，除了冷水泡跟热炒这2种方法，还有另外一篇更深入的研究。他一口气对比了5种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最常用的黑木耳处理方法。这5种分别是冷水泡、温水泡加微波加热、干热烘烤、水煮以及油炸。研究人员用这5种方法分别去处理黑木耳，然后去测定它们对营养成分以及抗氧化活性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一个让所有食品科学界都震撼的奇迹。研究显示，经过温水泡加微波加热处理之后，黑木耳里面的总多糖含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12.6%。 你没有听错，是逆势成长，增加了将近1成半。相反的，我们最常用的冷水泡总多糖含量暴跌了 33%， 干热烘烤暴跌了 28%， 油炸也下降了 18%。 如果从抗氧化活性的角度来看，那就更夸张了。经过冷水泡之后，黑木耳的抗氧化活性大幅下降了 71%， 干热烘烤也下降了 45%。 简单说，你用冷水泡黑木耳，它对抗自由基、抗老化的能力直接被砍掉了快3/4。但是如果是用温水泡加微波加热、水煮或者油炸，抗氧化的活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分别提升了 92%、38%以及 79%。 看到这里，聪明的你一定发现答案了。油炸虽然能提升抗氧化活性，但是油脂跟热量直接爆表，而且高温油炸容易产生致癌物，直接出局。干热烘烤的话，黑木耳这么薄的片子一烤就变成了脆片，操作难度太高也不切实际，所以最后的终极王者就是温水泡加微波加热。温水泡加微波的方法不仅能完美避开冷水泡导致的多糖流失，还能避开油炒的高热量，最扯的是，它还能让黑木耳的营养价值和抗氧化活性大幅度飙升。听到这边，你一定会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巫术？为什么黑木耳用温水加微波的营养成分不仅没有变少，反而会莫名其妙的增加呢？这个问题，我们台湾的农业实验所已经帮大家找到了标准答案。农事所做了一项非常精密的实验，他们把黑木耳切碎，然后放进60度的温水里浸泡5分钟，再用微波炉中火加热3分钟。结果发现了3个非常神奇的生理现象。第一，在还没有处理之前，干黑木耳里面的总多糖含量本来就已经很高，
这很合理，因为黑木耳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多糖物质。第二，最神奇的是，经过温水加微波之后，黑木耳里面的多糖体和抗氧化活性都出现了显著的增加，这说明温度和湿度的结合激活了隐藏的营养成分。第三，也是最震撼的数据，比起完全干的没有任何处理过的黑木耳，经过温水微波处理后的黑木耳，它的总多糖含量竟然高达干黑木耳的 4.1 倍，抗氧化活性也提高了 2.8 倍。这到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温水加微波反而会让营养变多？其实这就是黑木耳的植物奥秘。黑木耳里面本来就含有非常丰富的结合型多糖，这些多糖就像是被锁在牢固的细胞壁里面一样，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办法直接破坏细胞壁去吸收它们的。但是当我们用温水加温和的微波加热时，这个热能会恰到好处地破坏黑木耳的细胞壁，让原本被锁死的结合型多糖转化为容易被我们人类肠胃吸收的游离型多糖。那为什么冷水泡不行？冷水泡虽然也会让一些多糖溶解，但是因为缺少热能的破坏，无法有效地将结合型多糖转化为游离型多糖，而且这些溶解的多糖还会被直接倒掉。所以综合这所有的科学研究，在这里帮大家排一个黑木耳的最佳处理顺序。温水加微波绝对是第一名，水煮大于热炒大于冷水泡。大家记住了吗？以后在家里吃黑木耳，不要再傻傻的冷水泡12小时了。拿我们台湾人家家户户都有的微波炉，具体怎么做呢？超级简单，你把干黑木耳15公克洗干净，放进一个耐热容器里，倒入200毫升的温水，大概50到60度就可以了。盖上盖子，让它先泡5分钟，然后打开盖子，放进微波炉，中火加热3分钟。这时候的黑木耳颜色还是非常深黑饱满的。拿出来之后，你可以淋上一点点好的冷压初榨橄榄油，或者是亚麻仁油、芝麻油，再撒一点点盐、白醋或者是蒜末。相信我，这样微波出来的黑木耳，口感绝对比冷水泡的还要鲜甜有弹性，因为它的胶质感和嚼劲都没有流失在水里。而且你吃进去的是整整提高了 4.1 倍最完美的免疫步强和血管清理营养素，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食疗。刚刚我们揭晓了温水加微波式处理黑木耳的第1名方法，那既然黑木耳这么好，我们具体来看看，天天吃它，身体到底能获得哪些隐藏版的好处？其实黑木耳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多糖体之外，它还有5个非常厉害但是常常被大家忽略的隐藏版健康优势。第一个隐藏版好处就是补血，很多人都知道要吃红枣、吃桂圆来补血，但你可能不知道，黑木耳的铁质含量在植物性食物里面绝对是名列前茅的。丰富的铁质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红细胞的生成，让你脸色红润有气色。如果你是那种经常熬夜加班，容易头晕眼花、脸色蜡黄的现代上班族，每周吃3到4次微波黑木耳，你的气色绝对会变得非常明亮，整个人也会感觉精力充沛很多。第二个隐藏版好处是清血管。黑木耳里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体，这些多糖在我们体内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就是帮助我们溶解血管里的血脂和血栓。我们台湾人的饮食习惯其实是偏油腻重口味的，不管是夜市的小吃还是便当店的配菜，油脂和胆固醇含量通通都超标，体内的油脂太多就会堵塞血管，导致血压升高，引起各种心血管疾病。而黑木耳丰富的多糖就像是天然的血管清洁剂，帮我们把血管壁上沉积的脂肪清理干净，从而达到降低血脂、预防血栓的效果。第三个隐藏版好处是强化免疫。现代人因为环境污染、压力过大、睡眠不足，免疫系统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黑木耳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体和微量元素，这些物质就像是免疫系统的卫士，可以帮我们激活白细胞，增强身体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天天吃黑木耳，等于天天在强化你的免疫防线。第四个隐藏版好处是改善便秘。黑木耳那深黑色的外表代表它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在我们的身体里可以帮助促进肠胃蠕动，让你的肠道绝对会变得非常顺畅。在这个久坐不动的现代社会，多吃一点富含纤维的黑木耳，就是给身体最自然的肠道保护支持。第五个隐藏版好处是保持骨密度。大家都知道喝牛奶可以补钙，但你可能不知道，黑木耳里面的钙含量也是蔬菜里的佼佼者，而且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钙可以强健骨骼，预防骨质疏松，维生素 K 则是帮助钙质沉积在骨骼里的关键钥匙，同时还能协助正常的凝血功能。听完这5个好处，你是不是觉得哇，黑木耳简直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完美仙丹？但是我必须非常客观、非常严肃地告诉大家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一种食物是适合所有人的。健康益处并不代表人人都能无限制地吃黑木耳。虽然是绝佳的养生圣品，但是以下这3种人在吃黑木耳的时候千万要特别注意，甚至要严格限制。如果不小心吃错了，养生不成，反而会直接住进医院。第一类人是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这是我在诊间最常遇到的状况，也是最容易发生悲剧的地方。很多凝血功能不好的患者听到医生说要多吃蔬菜，回家就开始疯狂吃黑木耳，结果没过几天，急诊室就传来消息，说这个病人因为大量摄入黑木耳导致凝血时间延长，甚至出现了胃出血的情况，差点连命都没了。为什么会这样？刚刚不是才夸过黑木耳含有丰富的多糖体，可以清血管吗？没错，对于凝血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糖体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对于凝血功能障碍患者来说，黑木耳的天然抗凝血特性反而会加重他们的病情。如果这些患者在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的黑木耳，这些多糖体就会过度稀释血液，造成危险的出血倾向。所以如果你是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黑木耳绝对不能多吃。那如果真的很想吃怎么办？这时候我们要反其道而行。刚刚被我们骂得最惨的冷水泡法，这时候反而成了救命的方法。凝血障碍患者吃黑木耳，一定要先用冷水长时间浸泡，让大部分的多糖体溶解到水里，然后彻底倒掉。患者只能吃那些已经被泡得发胀但营养流失的黑木耳。这样做虽然营养价值大打折扣，但至少不会危害生命。而且即便这样处理过，也只能浅尝辄止，绝对不能大盘大盘的吃。第二类人是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的患者，例如华法林这种药物的患者。这类患者通常是因为有心房颤动、人工心脏瓣膜或者曾经有过血栓。为了预防脑中风或血栓形成，必须每天按时服用抗凝血剂。但如果你一边在吃抗凝血剂想要让血液变稀，另一边却天天大盘大盘的吃黑木耳去进一步稀释血液，这等于是在你的身体里打过头了。过度的抗凝血作用会让你面临严重的出血风险。所以正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朋友们，黑木耳不是不能吃，而是绝对不能在短时间内大量使用，一定要保持每天的摄入量是稳定且少量的，千万不要今天不吃，明天突然吃一大盘。第三类人是有消化道溃疡病史的患者。黑木耳虽然温和，但是它的天然抗凝血成分对于已经有出血倾向的胃肠道来说可能会加重症状，所以有过胃溃疡或12指肠溃疡的患者也要避免过量食用。好，讲完了不适合吃的人，那么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健康的朋友来说，黑木耳当然还是非常推荐的。不过你去到全联或者传统市场，看到那一整排的干黑木耳，你要怎么挑才能挑到最新鲜、最饱满、CP 值最高的优质黑木耳呢？在这里教大家3个最实用的挑选秘诀，以后去买菜照着这3个步骤看就对了。第一，先看颜色，我们要选择颜色呈现深黑色、乌黑发亮的黑木耳。如果黑木耳已经开始变成褐色或灰褐色，那就代表放得太久了，里面的活性成分已经开始氧化流失，千万不要买。另外，有些朋友会问，黑木耳上面有很多白霜，是不是代表没有清洗干净？其实白霜确实代表可能有一些灰尘或农药残留，但这也意味着黑木耳是最近晒干的，说明新鲜度比较高。不过最关键的还是颜色，一定要是深黑有光泽的黑色。第二，看它的质地，你可以用手指轻轻地掰一下黑木耳的边缘，如果这个边缘轻轻一掰就碎裂，非常脆，那就代表它是最近晒干的，储存条件好，质量很新鲜。如果那个黑木耳感觉软趴趴，或者很难折断，黏黏的有潮气，那代表它可能受潮了或者储存不当。这种黑木耳买回家容易发霉，而且营养价值已经受损，所以要挑那种摸起来干爽、折起来脆的黑木耳。第三，看一下整体的形状，我们要选择菌盖比较完整、没有太多破碎、表面带有自然纹理的黑木耳。那种看起来又小又碎、表面粗糙的，都已经是次等货了。还有，
有些卖家会把黑木耳漂白或者用化学物质浸泡，这样看起来颜色比较均匀，但实际上已经损伤了营养。所以一定要选择自然黑，带有一点不规则纹理的黑木耳。挑到了好黑木耳带回家之后，千万要记住今天讲的用温水加微波的方法来处理。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里真的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会不会处理黑木耳真的差这么多。同样是一包便宜的黑木耳，有人吃进去的是满满的多糖体，是 4.1 倍的抗氧化活性，是满满的补血和血管清理，但有人却因为错误的浸泡观念，一味的追求所谓的冷水泡养生，结果不仅吃得很浪费时间，还不知不觉把所有最宝贵、最精华的营养素通通亲手倒进了排水沟里，只吃进去了一堆没营养的胶质和无用的纤维，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讽刺吗？其实很多真正的健康秘诀根本不需要你去花大钱买什么昂贵的保健食品，也不需要你去吃什么稀有的食材，它们往往就藏在我们厨房那些最微小的细节里面。只要我们愿意改变一个习惯，换一个处理方法，把冷水长泡改成温水微波，把对高温的恐惧改成理性的选择，那些看似平凡的平民食材立刻就能变成你身体最强大的养生良药。这也正是一直想要传达给大家的理念，用科学的眼光看食物，用智慧的方法过生活。好，那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你现在也觉得天哪，原来我以前黑木耳都处理错了，那千万不要吝啬，麻烦帮我把今天的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爱吃黑木耳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天天在群组里转发各种养生文章的爸爸妈妈们，用真正的科学帮他们把健康找回来。另外，也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一次精心准备的食疗秘籍。